滚烫人生由美团，美好生活小帮手。本节目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无惧人生滚烫，有饭嚼出闪亮。本节目由嚼出我的饭的益达口香糖赞助播出。减糖不减丝滑，好吃不甜腻。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控糖小鲜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我们的滚烫人生，每周日中午12点会员尊享 Plus 版独家放送。你何必为了帮你的当事人辩护，为了减刑，你来污蔑我的两个娃娃？我两个娃娃死得这么惨，你不得好死？让你们听一下一回信吗？你这个人渣！历史一开始就是欠钱，为什么还要为这种人辩护？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律师的天职。是好人也好，是坏人也好，他都享有他应该享有的权利。任何人未经审判是不能够被定罪的，必须要去坚持程序的正义。我们要坚持探究犯罪的真相，正视善与恶的距离，才能为以后预防犯罪提供更多的反思。通过再审和申诉这样制度的设立，保障了我们国家有了错案也能够及时得到纠正，就体现了我们国家法治的完善。快一点，不然又要迟到了。Time to go。出发。早安，早安，早上好。早安，早。早。对，应该是在这边。哎，早上好，早安。哎，早上好，请。走。哎，早，张经。哎，张琪早，请坐。哎呀，很精神啊，精神抖擞。各位律师，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呢，进入了法律援助工作体验的第2天。那么今天呢，就进入了第3部分，刑事案件。我们为什么选择法律援助中的刑事案件来做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心收到的法院案件中，无期徒刑和死刑案件占95.6%。今天我们代理的这起案件，也是中国法律援助10大经典案例之一。今天所有资料和情景均参照原案件进行1:1高度还原，你们将沉浸式体验。我们先会了解案件情况，寻找案件疑点，然后会见受援人，前往案发现场调查取证。走，最后准备明天的庭审。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该案件的相关题目。看得清吗？大家，特别是程序员这2种文字看清吗？2019年10月12日晚。好啊，这某学院的计算机系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这个案件目前经过了1审，对案发当晚的杀人案进行了还原。案发当晚18点40分，研究在无声饮用的水杯里下了安定药。喝吧。
19点20分，研究将吴声带去了308自习室，等待薛习的到来。案发当晚21点半，楼管发现吴声的尸体，随即报案。这就是他们的关系图。薛习与被害人吴声的前女友梅丽正在交往，他们是情敌关系。被告人研究与被害人吴声是同学和室友。被害人吴声经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为20点30到20点35之间，死因为被绳子勒颈窒息而死。凶器有被告人薛习的 DNA。根据法医鉴定，死者胃部残留5毫克安丁片。这是案发现场的照片，这是死者当时躺的位置。张律师，请问一下，这个绳子是他们发现的这个现场，就是绳子已经就放在旁边这样了，是吗？是这样。经一审法院的判决呢，薛习为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研究为从犯，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这2个被告人被关押在看守所，2人均否认自己有杀人的行为，申请上诉，并互相指认对方为凶手。这2个服刑人员，当时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没有理清，而且有特别多的疑点跟谜团在里面缠绕。上诉的请求，我这里要告诉大家：第一，薛习要求无罪，要求无罪。哎，我没有杀人，要求上诉2审改判无罪。研究上诉了，说不是我杀的，判我无期，我冤，我要再把刑减下来，做最轻辩护。那这就带来了我们下面分组的时候就要分，一组是对判处死缓的主犯做无罪辩护，这个一组要为研究做最轻辩护。第一直觉那就是减罪的那个人就是凶手，真的第一直觉。我选薛习，我选薛习，我选薛习。好，来，好，2位，还有5位的选择，我都跟你们。好，那我们仨，那我们仨吧。那我们4个了，可以啊，好不好？可以。那你就是一拨人吧？可以啊，就分房间嘛，对吧？这样就不用换房间嘛，对吧？我们是狐狸成章律师事务所，狐狸成章律师事务所，狐狸成章。所以为了辩护研究，我们的方法就是要尽可能的找出对他有利的，然后强调这个嘛。对，其实就是强调凶手肯定主犯就是薛习，同时他不是共犯，他是被利用了，只有这样才能够减轻罪行。我们得找一下证据，我要不然跟你一起来分享，就是我来读一下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他的口供。他说19点20分，我把吴声带到308。
我头痛犯了，也趴着睡着了。20点35分，一个声响把我吵醒，我睁开眼睛看到薛习在前门把无声拖出去，我吓懵了，完全不敢动，只敢继续装睡，好怕薛习发现我醒了，然后也把我杀了。他说他害怕，他继续装睡，害怕他也会被杀了。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幼稚了。完了，在我们这儿已经认定他是杀人犯。你看他这个研究的这个自己写的日志内容，他是一个很孤僻，然后自卑，然后很嫉妒别人的人，在这里面一直在嫉妒这个吴声成绩好。19年7月2日的这个日记有点研究说，吴声这种人真的太恶心了，怎么会点？这是太清楚了。哎，这往那儿发展，有没有证据说薛习让研究下药这个事情有证明？没有，现在这都是研究自己说的。我为什么就一直没有办法辩护这个人呢？一直找他的漏洞，为什么？应该是那研究。对，好。那现在这些疑点都是，这不是难为我吗？有好多的证据对他们有利的，怎么想都是研究做的，很有嫌疑的，所以就觉得，哎呀，那我们继续找看。有什么样的对于研究有利的，但越看还是都是对研究不利的，开始有点绝望了。我们需要辩护这样的人吗？我觉得一开始必须要读透那个事情，应该大家先把自己要知道的事情好好的去念好。读熟，然后再去讨论，会更有效率。案件我们先梳理一下，我现在在对一些时间问题，现在时间上有一点点问题。无声研究之间有什么矛盾？这个上面没有交代。但是那两个人是情敌的关系，他会利用这个关系来引导，说是薛习杀的那个无声。所以为什么他要害薛习呢？就是因为薛习。有可能跟他是同房，他也可能就是导致他休息不好啊，或者什么。薛习跟他不是同房薛习跟他不是同房，对，咱们搞混了这个。薛习是1班的，是1班的，研究和他是同学，研究是2班的。对，所以杀人动机他在无声的他把无声杀害，是因为他有偏头疼，无声纠缠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这样的，3个人的时间线我都按照时间全部顺下来了。根据研究的供词得知，案发当天18点40，研究应薛习要求，在给无声水杯中下了6片安定药。19点05，研究搀扶着无声与梅丽、薛习在图书馆见面。无声当时状态不好，站都站不稳。19点20，研究搀扶无声去了308自习室等待薛习。20点35，研究看到薛习把无声拖出去。21点半，楼管发现无声尸体并报警。小白应该是个破案高手。别，现在最有问题的就是研究。7点10分的时候，把那个无声带到308室的时候，他看到无声状况不好，因为吃了安定，他也睡了。7点20到8点35，接近一个多小时。然后自习室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疑点。相反，现在的主犯薛习和他的现女友梅丽的口供是相互能够论证的。根据他俩口供显示，从19点10分跟无声分开后，他俩一直在一起。因为两人担心无声，给无声打电话没有人接听，所以在20点30到21点这期间，两人一直分别在学校寻找无声。他们有通话记录，梅丽和薛的时间是完全可以对上的。那么他们可以相互做人证，可以证明他们的时间是重合的。就是我光看到我们这些实
时间点、跟地点、跟人物关系这方面，就会让你感觉哇，就是特别脑子就炸了，就是那种感觉。我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这个组合叫2张白纸，就是2个姓张，一个姓白的。哎，他有没有说他的下药的动机是啥？下药动机是这样的，研究他说一切都是薛习让他做的。出于兄弟，他负责下安定药把无声弄晕，然后把他拖到了308自习室来打他，所以下药的人就是研究。这是定的，不可否定的，对，他自己认了。对。为研究辩护真的太难了。可是我们应该现在把我们综合的所有东西，全部的真实的情况，我们再理出来。对。哦，原来我们理了出来是那个研究做的，一定是。可是没关系，那个就是原来的故事。那我们怎么为他辩护？我们要找那个点。我觉得我自己看这个事情还是蛮抽离的。今天的做一个所谓的法援律师的身份，我觉得应该站在委托人的利益方面吧。所以我们的那个目的还是以他为例的那些证据为主。既然我们接到这个 case 的话，就尽量找到研究对他有利的东西咯。比如说，被打也应该被打得帅啊。我觉得居林哥是有一个能力，是可以完全跳出所有的情况，然后再重新看每一个证据，在这个同样的证据的角度会重新思考。你看啊，时间线我们为的是研究辩护嘛，所以研究的口供，我们假定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他把6片安眠药磨成粉了，他有7片，医生给他开了7片。他不是给那个瘘管吃了1片啊，所以那个瘘管记错时间了。脑洞挺大。那如果无声是用绳索死的话，研究肯定没有碰过绳索，没有碰过绳索。那会不会无声自己累呢？他想自杀了。还有个很神奇的是，无声法医认定他已经死了的15分钟以后，他还发了一。无声是并没有死啊。哦。我是游戏的一些黑洞。小春哥，我觉得春哥特别有意思。春哥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人，他有些时候提出的观点都看上去特别无厘头，但有些时候呢就一语中的。这里有一个那个绳索 DNA 报告显示，绳索上面没有研究的指纹，只有小卖部老板无声还有学习。绳索上面没有研究的指纹，没有研究的指纹。这是核心关键。是研究是拜托了学习帮忙买这个绳子吗？是的。有证据吗？他们口供是这么说的。有记录或者什么？没有记录，购买的小票是有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学习自己在说，哎，是因为研究让我买的，我才买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是可以帮学习的，对吗？那这个绳子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处，这个也是我们晚一点要问一下研究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真的拜托了学习买这个绳子？研究肯定没有碰过绳索，至少没有 DNA。他没有要求无罪，他觉得自己也有协助的那个情况，所以他希望就是我只协助他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不知道他有
伤害他，或者是协助他，教育他。他只是下了药，别的都不知道。绳子他是委托买过，但根本不知道他会变成凶器。学习就肯定是杀人那个就跑不了了，应该是那研究。现在有几个就是我们见到受援人，我们要问他什么问题？对，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想好。怎么样，三位？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发呀？现在我把出发前再说一下，因为早去早归。好，我们可以见研究吗？你们代理的是薛习，薛习对。哎，研究不能见，研究不能见。好，哎，我的衣服在楼下。在楼下。对，穿好啊。这样，我们委派是程炫和志林去见受援人，我和小春哥去学校调查取证。打扰，我们拿一下衣服。你们那个好办，哎呀，你们很开心哦。为什么？那个多好啊，1点那么多。先动身，咱们先去会见。好的，那我们先过去吧。我们就说我们待会儿去现场看嘛，问题非常大。名侦探，你看我们就这，别，左边就是哦，这里是看守所。你们俩进去吧，我在外边等。走，好。会见受援人。为了了解案情，两组辩护律师将分别前往看守所会见、学习和研究，核实案件信息，发现证据中的矛盾和疑点。好，谢谢。好。你好，我是张律师。你好，张律师好。李律师，李律师好。我们主要是为了核对一下几个信息。好，你先帮我核对一下这个受援人的利益，我们将免费为你提供辩护。根据法律规定，受援人应当如实告知律师案件的事实和提供真实的材料或者线索。你的诉讼是否最终得到支持，将取决于人民法院的依法裁判。未如实告知且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将由你承担。好。你好，薛习，对吗？我们是白律师和张律师，然后我们来这里呢是受您的委托，想要跟您调查几个事情。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们来帮你的。我们作为法律援助，只要你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我们就能帮你获罪。是的。有什么问吧？怎么样？此时此刻，你现在这段时间在里面待着，你心里想的什么？能跟我们说一下吗？我想什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因为你认定你自己是没有罪的，对吗？我当然没罪啊。我什么都没干，我为什么有罪？我这2年怎么过来的？我浑浑噩噩过来的，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里面。好的，请不要激动，我们来这里就是帮助你解决你现在的困惑和问题的。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10月12日晚上你去过308自习室？你不是来帮我的吗？我没去过。那你就认识嘛这件事情。
我没去过308。你如果不认，我不认，不要说 OK。好，因为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说出来的话都要记录下来。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懂了吗？懂了哈。OK， 请不要激动，你要相信我们一定是来帮你的，好吧？不好意思，没有关系，你不要激动。对，不要激动，理解。好，接着。你还记得10月12日晚上的8点半到8点50，你都在哪里吗？8点半到8点50，当时我是在找无声。我当时和梅丽分开之后，我去了教职工宿舍楼下。36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图书馆6层楼我全找完了，然后到了楼下的时候正好是8点36来了电话，是梅丽打给我的。喂，你找到了吗？他说他在外面没有找到。我这边也没有找到。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从教职工宿舍找到图书馆，有没有人能够给你证明？没有，因为当时图书馆虽然灯都开着，但是都没有人了，晚上也比较黑，学校里面没有人。有没有监控？没有监控。没有。首先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当时是扶着吴先生，对，一直到了这个308科室，是，然后您也觉得有点头疼不舒服，就是睡了一会儿，对吗？我就7点20把他扶到了这个308自习室以后。然后我就在等学习，我等着，然后我就脑袋有点晕，想趴着睡一会儿。睡着，突然就听见“咣当”一声，咣当一声，对，然后我就醒了。我一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然后就有2个人影，我下意识的看了一下时间表，8点35。8点35，对。当时我不能判断无声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的，我不敢判断。但是我看到他的脖子上有一个绳子，我就觉得一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你们当天6点20的时候，梅丽打电话给了你，想要你们把事情聊清楚，对吧？他打给了梅丽，他接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无声。他们聊着，突然梅丽说了一声：“别这么说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就知道电话那头的人肯定是无声。给我就把电话抢过来了，然后说：“你一个学生会主席，还喜欢造谣，要是再造谣的话，你看我揍不揍？”后面梅丽她也不高兴了，她听到无声说那些说我在外面沾花惹草，但其实并没有，只是我前女友他们还一直在纠缠我，但我没有搭理他们。您和吴先生的关系可以？说实话，我和吴声2个人的关系其实还算好，因为吴声就是通过我推荐给我的导师的，他对我也挺好的，我对他也挺好的。你看研究的这个自己写的日志内容，在这里面一直在记录这个无声。研究说无声这种人真的太恶心了，怎么会点？这是太清楚了。我们是您的辩护，所以我们也希望您是可以信任我们。我们看到了您的一些日记，其实对吴先生也是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情绪。是，就是因为我推荐给张导师以后，就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他对吴声比对我好一些。就是我在日记里头，我只是吐槽他而已，我的一种心里头的不舒服。其实，如果说我真的想要杀他的话，我直接拿21颗药给他吃了就好了。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同意用那个安定药来让他
就是案发之前他说他特别讨厌这个吴声，然后呢想打吴声一顿。他说你得帮我，我说怎么帮你？给他吃点安眠药，让他睡着了以后，我们打他一顿好不好？因为他知道我是有偏头痛的这种症状。我从来不知道，我不知道。研究是让你去买过绳子吗？他在案发的前2天，他跟我来我的寝室里面跟我说，薛习，你等会如果要出去的话，你帮我带一根晾衣绳回来。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答应了。没有，如果我要买绳子的话，我可以自己去买。好，我们有一个电话是通话记录，这个学习是去购买绳子，是打了一个15秒的电话，对。学习和研究在6点05通了一个15秒的电话，在10月10号，但那个是刚好买了绳子的5分钟以后。就是说，确实是委托买了绳子呗。不，但他是先买了以后通了一个15秒的电话。是，有这么一个电话，是这样的，就是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过来，好像说问晾衣绳是什么样子，我说晾衣绳什么你随便买嘛，能晾衣服就可以啊。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听到了研究的回答，我怀疑学习有可能是在嫁祸研究。如果真的是研究让他买的，为什么要买完才打的电话呢？这个偏头痛是有多久了呢？我们也看了您这个1月份的医生的记录仪。是，我偏头痛是2018年4月份确诊的。18年4月份。对。然后那个确诊的医生就是这个王李大夫，对吧？是。我这个症状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嗜睡。最离奇的就是他说他也头疼，在自习室睡着了。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嗜睡。喂，您好，请问是王李医生吗？你哪位？我是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胡律师啊。好，你说吧。据您所记着的，就是说，研究他这个病情主要是怎样的呢？研究他因为压力比较大，有焦虑、失眠、偏头痛的症状，他睡眠质量很差，所以我开过安定给他缓解焦虑。那么当时我看到，曾经您给他开过2次的药，对，安定片。那如果能够吃完了以后让人昏昏欲睡的这个剂量是多大呢？这个因人而异的，首先肯定不能吃过量，其次研究他偏头痛频繁发作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他晚上的睡眠，本身也会造成白天精神不佳、犯困。明白了，谢谢您啊，谢谢。那先问到这儿啊，麻烦您了，好，再见。好。所以不止那些药，他有很多这个药，他一直在吃所以他可能就是有这种长期昏昏沉沉的。是。了解。好，发现他就是会嗜睡，我觉得是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很怀疑他的一个点是可以否定了。我向律师表明一个我的态度，就是第一，我承认我错了，下这个药肯定是不对的，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我觉得一审判决对我是非常不公平的。好，我们现在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身份。我叫研究，1996年12月28号生。1996年。对。呀，今天生日快乐！谢谢。12月。对。那我们这次的会面就结束了。谢谢律师。那我们会根据我们刚才得到的资料融入案件当中，好，希望能帮到你谢谢典型的那个诉求。谢谢，我一定配合律师。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有进展吗？哇，金哥，哎呀，冷不冷啊？我刚才给梅丽打了个电话，
我刚才跟梅丽通话的时候，梅丽说她的性格是那种连小动物她都不会伤害的。薛习吗？对，就是你是坚信薛习他没有杀人的这个事实？他没有杀人，他真的没有杀人。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平时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还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真的很善良。你说他温和，他可能有点小脾气，但是他不至于会去杀人，他也不可能为了我杀人，他连个动物都不会杀，他肯定不会的。金哥，你知道吗？他特别易怒，我发现他易怒，特别易怒。但是梅丽跟你打电话的时候说，他连小猫小狗对啊都不敢呵斥。但他刚刚好了，他说他有时候也有一点小脾气，但是他不可能去伤害别人的呀。他可不是小脾气，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代表什么？我们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他，包括法律的东西都给他念得很清楚。他跟我们2次，就直接都怒了，那种啊，这么夸张？真的那么夸张？所以我就他跟那个描述的很不一样，跟梅丽。对，没错。如果他和梅丽是串通好的，相当于他们2个其实是有时间共同作案的。对吧？对。还有一个，我说实话，梅丽有可能在外面等什么？等薛习。哎呦，尸体之前呀，他们俩人弄完了，然后去小花园去商量对头怎么对供。对。哎，我脸麻了。真的就是薛习。对，我跟你说，我越来越觉得是他。你知道，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逗的一件什么事儿，你知道吗？结果。咱咔咔帮他辩护完了之后，结果这哥们就是杀人犯，人心叵测呀，人心隔肚皮呀，可以相信谁呀？老天！非常好，我们现在都很清楚。那要不要跟我们的另外2位律师会合？不重要了，不重要。好了，跟他们说我们去吃饭吧，没事。对，真的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以后，就其他的就已经不重要了。对。我们发现其实有几个重大的一些信息是可以反驳所有的这前面的所谓的前的在的一些证据，蛮清晰的。本来非常没有自信，到现在是基本上是很肯定。玩准备我们，好吧，去玩吧，我们。好呀。请你吃。OK。Thank you。要不要？好了，是时间我们练一小歌。我们现在是到了案发学校了吗？对。调查取证往往关系到案件的审判。2组辩护律师将前往案发地点考察，模拟还原案发现场，搜集与本案有关的证人证言。我们先往那边走。好，我们先过去。我们要先找到男生宿舍楼。男生宿舍不在那边，这个后边啊。这不是？这重治楼嘛，这崇德楼。重学啊，这是重学。重学旁边就是崇德楼。重记在这儿，重记在这儿。听我的，这是重记，你先找男生宿舍，在那个后面。那边。好，慢慢来。这就是宿舍。他在这儿楼下建的，从这儿分开。然后我们现在到重知楼。重知在那边。重什么楼？重知识的知。重知楼。知在这儿。上3楼。308。303。304。有没有？306。来，齐哥先记一下我
我是无声啊。行，那我来拍你们。哎，你别勒我脖子啊，金哥，就放这儿。我肯定不会拉绳子。你看我放松啊，我不使劲。开始了吗？好，3、2、1，开始。哇！哎，等会儿，再来一遍。你出去，那怎么样都会拍到的，没办法。不，这拍不到。好，来3、2、1，走。等会儿，别着急啊，动不动，搬不动啊。再来啊，直接来就行，直接来就行了啊。3、2、1，开始。你还那个攀进什么？1、2、3，嗨子，你这个死猪，离不开座位啊，出不来了。1、2、3，往这边。好，我在地上，好，倒地。我现在其实是使着劲儿的，好，我松劲儿，你就把我往那边拖。你说会不会看到那个研究？会不会看到研究？声音这么大，那肯定是看到了。我拖到这儿已经没劲儿了。对，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好，一个1.7米，一个1.57米，2个人随便一个人单独弄都不可能的。对，我现在越来越坚定学习和美丽了。那作为一个75公斤的人，他只有1.57米，他一个人怎么办得动？还有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又要做到这些事情，他身上有薛习和梅丽的 DNA， 那会不会是他们2个人一起作案，然后栽赃陷害那一顿分析嘛？哎，我就觉得哇，太恐怖了，太恐怖了。等我确定一下那个梅丽，梅丽，应该就是这儿了。你好，我是胡律师。胡律师，你坐。是陈律师啊。你们是代表薛习？我们是代表研究的这个被委托。研究？别着急啊，稍等啊。我不着急，你们有什么就问吧。是的，我们可以录音吗？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那就录吧。哦。您最近肯定是心情不太好，我们特别理解啊。由于谁遇到这种事情都很头疼哈。毕竟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去世了嘛，我们希望找到真相，对吧？当然，所以我相信薛习，他不可能是杀人犯。希望您是作为一个证人啊，我们作为证人。当然，我是公平公正的，我对谁都是公平的。但是我相信的是薛习，他不可能杀人。OK， 好的，没关系啊，您别着急啊。当天的晚上8点半到9点期间的半个小时，你是没有见到薛习的？没有。有其他证人吗？我就是证人啊，我是完全可以证明他的，他是上去找他了。当然，我们现在是在问您，您作为证人来问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没有，我们中间没有碰到我们同班的同学或者哪个没有。他9点钟跟你见面的时候，他的状态怎么样？表情怎么样？没有特别吧，因为他穿的鞋也是白鞋，然后他的鞋子依然也还很干净。我觉得如果说他如果有什么大动作的话，应该鞋很脏吧，但是也挺干净的，也没有别的。为什么就说他有大动作了？你想想，你们都怀疑他是那半个小时杀人，你说杀个人能不能有大动静吗？后来你跟学习去哪里了？那当时你们快走又慢走，那当时聊什么东西？张三这个同学也认识。研究是你同班同学，你对他是没什么好感是吧？你们问点重点，能不能帮忙学习啊？你们帮到我真的很不耐烦了啊！你别着急啊，我想提醒你一下，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影响我的生活了。如果你们不能帮我解脱，我还能求谁？我求求你们这些律师，赶紧想办法啊！不要污蔑那些没有杀人的人，好不好？我求求你们。所以在你自己的主观判断里面，你认为薛习是肯定不会杀人的，对吗？他没有杀人，他不可能杀人。OK， 你希望薛习是，结果就是被冤枉了，对吗？他是被冤枉的，对。所以您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证词的过程中，辅助证明他会被冤枉？因为做伪证的话。我没有做伪证，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我真的一直都跟他在一起，包括找人也是我提出来的。不好意思，我电话来了。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今天就到这儿。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跟这个学习交往的过程中，有没有听说这个研究跟他的关系很好？对不起，我真的以为你们是学习的律师，所以我今天真的可能是学习的律师要找我了。我希望他能帮助他们。如果你们不能帮学习的话，请你就不要再找我了，好吗？谢谢，真的，对不起。他的主观上是在学习，完全就是在学习那边的，他已经不管有证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思维模式太偏颇了。为什么要挂我电话？再打一遍。喂，你好。哎，你好，我是张律师，我们想再见面跟你见面，可以吗？好。好，再见，再见。哎，他又回来了。来，您先坐，您先坐。就是，差不多 ，OK， 谢谢你啊。没事啊，如果薛习还是维持原判是死刑的话，你会是什么态度？那我真的这辈子不相信法律。不，这辈子怎么？我这辈子不相信法律了。哦，好吧 ，OK， 好，你他不会的。你冷静，你冷静啊，你冷静。请你马上离开吧。最重要的是给死者一个交代，好吧？咱们都是共同的努力哈。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啊。太入戏了，他们会让我真的假的有那么爱他吗？一来就那个我那个不是，一定是他。我们刚来问你，你就说他是，他不是。啊，你好，梅小姐，你好。你好。检测结论就是写的就是他 DNA 的问题。被害人的衣物的 DNA 表示手臂跟腰间还有梅丽的 DNA。不会梅丽也有嫌疑吧？梅丽，我有点怀疑你啊，梅丽。如果他和梅丽是串通好的，相当于他们两个其实是有时间共同作案的。约梅丽过来吧。我现在越来越建立学习和梅丽了。你是真梅丽啊，还是假梅丽？但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要不然我不接这个案子了。我是张律师，那个我知道。那个学习的法院律师，白律师，你好。这个也是张律师。真的麻烦你了。啊，没有，应该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薛习他的性格什么样？他是比较中和的一个平衡性格呢，还是可以瞬间很暴躁的一个人，然后又瞬间变成一个没问题的？有点容易冲动，但是他如果说他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就是他也是挺容易冲动的，是吗？容易急性子吧，有点那种。那你因为刚才我跟你通过电话，所以你刚才描述的是说他其实对小动物都不会去伤害。对啊。我当时有误解到他是性格比较温顺的那种。对，他是挺温顺的，性格容易来也容易去的人。你跟薛习相恋的那个期间，有没有送过他什么礼物啊？有，因为他的脚后跟很容易磨坏吧，我就送了他一双鞋，而且事发当天他特别的穿了。啊。被害人无声座椅附近地面勘测出嫌疑人薛习和嫌疑人研究的脚印，其中薛习鞋印后跟纹路缺席，推测是因为后跟磨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死者无声的手臂和腰间，不是有发现你的 DNA 也有出现过？这个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对，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是在图书馆的楼下，他当时有点晕晕乎乎的站不稳，我当时就下意识的手去搀扶了一下，可能是那个时候产生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明白。好，谢谢。没事，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好。哎，我们好像弄着那个方向有点错了，我们也不是去找真凶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怀疑过梅丽。
后来跟梅丽见面了之后说，他扶了他一下，跑偏是一定会的，但是我们还会回归正途的。滚烫人生由美团，美好生活小帮手。本节目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无惧人生滚烫，有饭嚼出闪亮。本节目由嚼出我的饭的一打口香糖赞助播出，减糖不减丝滑，好吃不甜腻。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控糖小鲜赞助播出。兴趣相投就来搜，畅游社交元宇宙。本节目由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实力登场，智性不凡。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赞助播出。每周4中午12点，会员尊享超前 PD Vlog， 解锁更多幕后花絮。生活中了解必要的法律知识简直太重要了。So APP 里的兴趣群组一键就可以加入，随时随地呢都能和各行各业不同兴趣的人认识和交流，总能收获一群和我兴趣相投又聊得来的朋友。现在我就要去 So 里的法律知识分享群交流交流。请进。杨老师您好，我是刚才给您打电话的胡律师。我们发现了一些这个疑点啊，还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所以吴声也是您学生？对，吴声。那个学习，你有教过他吗？哦，学习是这样的啊，学习我原来不认识。学习我是怎么才知道这个学生的呢？是因为在案发前一天，也就是10月11号。路过308教室，就看到吴声啊和另外一个学生啊在推搡，我就上去把他们扯开了。我这是谁啊？这么凶？他是隔壁班的，叫学习。所以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个矛盾呢？他呢支支吾吾没说，我才知道有个叫学习，就这样的。对，事后您了解是吴声啊，原来是跟他有这个就是情敌关系。明白了。那我想梅丽那个这个学生平常怎么样啊？我不太了解哦，因为我不太了解，因为不是我们班的同学，不是你带的，不是我带的学生。好，明白。所以您现在搞清楚这几个人的关系了吗？搞清楚，那个是还不难理解，只是我会觉得玛丽是吧？美丽是吧？美丽是我感觉她是有点问题的。我开始我还本来是她是一起是共犯，后来这个想法想太多了我。后来海泉哥说：“小泉哥，你这是啊谁都是共犯。如果找不到凶手的话，肯定是每一个都有嫌疑在里面吧？应该。赵阿姨是不是跟其他人有关系，也是共犯？觉得那个张老师，他会不会也是共犯呢？问谁都觉得他是有嫌疑在里面。这个有时候挺好玩的，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重要证人没见，就是那个宿管阿姨。”哦，你好。哎，赵阿姨。哎，你好。我们是法律研究中心的啊，能跟你咨询一些事情吗？可以。关于前几天咱们学校这案子。可以，坐吧。就是那天的情况，来9点半。对。在储藏间发现尸体。对，是的。在那之前你在做什么？就是巡楼，然后关叫小楼的门，是这样子的。有见到其他人吗？除了？我就是在8点半的时候，我巡那个308的时候。就看到研究趴在那里休息。8点半的时候，研究在。对，因为我当时是看了手表的，然后在那边的话，他是在那里休息。OK， 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讯息。他就趴在那儿睡觉哈。是的。OK， 除了8点半看到研究在睡觉之外，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同学。我后面下楼的时候，操场那边好像倒是有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听不太清楚，是有点吵的声音。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哎呀，别吵了！”我吵他哈不着，就没声音了。大概是几点？那个应该是8点40的样子。OK， 还有什么可以问？好的，感谢您啊。没事。如果需要您证词的话，我到时候可能需要再找您。好的。好吧。感谢。好，没事。
在本案中，我们找到了一些新的关键证据，通过医生了解到他真实的有这种嗜睡症，确实是在未服药的情况下可能会深睡1个小时，在任何时刻，不只是晚上。这也就打消了我们原来的疑虑，说他是不是装睡。还有一点就是保洁阿姨提供的新的证词，她看到了他在教室里睡觉这一刻，也同时从侧面证实了他确实是睡着了，没有说假话，也建立了我们的信心。没想到我们这个，哎呀，最开始下午的时候推了半天，以为我们的被帮助人是杀手呢，后来发现原来真的不是哎。反转里头还有反转啊！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天，力量是钢，天地钢满枪。其实研究那个杀人动机也是挺充分的，包括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当时我们在308最后开始，我们说在一起会谈一下，然后是因为之前已经开始把假人，然后拖人偶，然后下楼的那个过程都做完了，就觉得这都是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证据，开了个窗的那种状态，没有那个劲儿。小白，明白，进来吧。其实我觉得证据有点不够，这些证据就不是那种特别关键性的。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相差10分钟，我觉得问题有点大。哪里？齐哥，你记不记得，就是薛习他跟我们说的是，有人回应他是在8点50。哎。哦，对了，我当时在喊无声的时候，有人还回应了我，有人说了一句：“喊什么了？”就是在8点50之前。就8点50。对。阿姨说的是8点40。8点40。对，他还特意看了表。我在那边巡楼的时候，我听到好像有声音，但是我后面就制止了，然后我说你们别吵了，大家都要休息，然后就没声音了。几点左右？就是8点40的样子，应该。8点40。对对对，我当时应该也看了时间的。我想请问一下，薛习也是很确定的那个时间吗？确定，因为他刚喊完喊什么了，马上收到短信是8点50。只是他们两个表达的时间有问题，对，时间对不上。阿姨的表时间有问题。阿姨的表被他调了，要不就是他们说的时间有问题。总之就是有一个人的时间肯定是有问题的。阿姨她说她什么时间看到的？8点半。哎。8点半，他看到这儿是一个人，有可能他那个时间是8点40，因为他那个时间，因为他的手表的时间慢了10分钟，他以为8点半看到的是那个研究，其实他是8点40看到的研究。是，哎，等一下，所以他看到的是8点40的，他知道的是8点30时间，其实是8点20。不是8点40，对，应该往后推10分钟。阿姨说她8点40喊什么咯？所以他那个8点40变成了8点50。对，就是8点40的样子，应该。对对对。就8点50。在8点38分左右，我就离开了教室，自习室。给赵阿姨打电话呀！现在，我给她打，现在就问。你好，请问是赵阿姨吗？哦，是的，你好。哎，你好。就是您看的时间是看自己的手表呢，还是看教室的那个钟啊？我是看的。小白，哎，准备怎么样了？七哥，我有点紧张，我怕忘词。你为什么看着这么淡定啊？不愧是摇滚人，快说说你临危不局的秘诀。我教你一个独家珍藏、增强自信的小秘诀啊！只分3步，首先闭上眼睛，好，伸出一只手，最后把益达每日浩白口香糖放入嘴里。七哥，你逗我呢？嚼它，
我还真不是逗你啊，这里边添加了微米级的小苏打，可以美白牙齿，喝咖啡都不用怕啦。牙齿白白的，笑容也就更自信、更闪亮了，小白白。七哥，不瞒你说，我平时演出前啊，也喜欢嚼益达美玉皓白，浓郁花果清香，超清新，采用炫彩流光滑盖盒的设计，小巧方便，颜值口味都有了，一次2颗刚刚好。七哥，你也来2颗，希望咱俩明天都超常发挥，耶！有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啊？观点就是学习有没有罪，对我们有没有用？唯一的用处是为了防守用，对方是一直说是研究是在背后搞的，不是学习做的，因为他们想要主张学习是无罪的，所以我们为了防守说不可能。那 A 组会怎么样？他会怎么跟我们辩论呢？很快就知道了。我找他们3个，看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咱们，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敌人。陈律师，有什么想法？我们就想帮他达成目的呗。对。他有杀人哦。他有杀人吗？绳子 DNA 都有了。但是那个上面写的不是他让他买的吗？对。那么谁杀？研究啊。研究？就是研究啊。哎呀，你有什么证明不是研究杀的？那个研究老师。啊，这个不能成为证据。讲证据啊，哥。你证明不了不是他杀的，那就是他杀的。你有什么证据？当然有证据了，现场有他脚印啊。对。你怎么证明他的脚印出现在现场不是一个问题？他是在现场。是。睡觉。怎么证明？怎么证明他睡着了？现场没有监控镜头。第一证人。第一证人是谁？第一证人是谁？他一点都不肯透露的。我做好准备，人家准备充足啊，他们。啊，准备充足。所以我们是不是重新再梳理一下？来吧。开庭审理前，法院律师应该认真地阅读案卷材料，查阅有关法律法规，准备发问提纲、质证提纲、举证提纲、辩护词或辩护提纲等。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整理的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现在有的所有的证据列出来，证据越全越好，越多越好。拿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证据，我们得整理好哪一些是跟他减刑有关系的。那对他有利的是4点啊，绳子没有他的 DNA 跟时间记录。第2点，学习的口供里面没有说在308见过受害人，可是在308有他的脚印的证明。第3点就是美丽的供词是不可信。还有一点就是赵阿姨看着他8点半正在睡觉。其实最重要就是让法官相信学习都是说谎，那就等于研究没有说谎，所以一切都能推翻。我们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如果一旦被采纳的话，是非常有效的。证据1，薛习穿的鞋与现场的鞋印不符。对，没错。第2个证据，薛习在操场上的声音的那个8点50。对，我们3个人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剖析，一直在辩证，一直在反驳。就只有这么做的话，你才能让事实浮出水面吗？明天我们把研究必须咬死，必须咬死，把研究必须咬死。我们先表现一下我们反内卷的那种特性。已经11点多了，今天回去还要再讨论一下，我估计是他说谎。
还是周边的。哦，知道了，我知道，连续做的多少组？1040分钟。A 组都回来了。太认真了。几个的性格，在这一块很可能就是这个结构。积极性高涨的白举纲律师。我又找到一个漏洞。按照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然后无声的景象有如此深的雷痕，那么就可以了，不要在后面加了。还有说实话的比较唠叨的证据律师，唠叨。我问过他是哪儿，他等于说他就是在那个崇之楼下面，对吧？那就是教学楼吗？那是崇之楼，案发现场楼。烧脑啊！我天，肺头，脑细胞亲哥坐在这儿，无奈的。而且8点36，他接了那个电话。小白，我们最主要是完成今天的东西，不要再分析了，我不行了。好，我不分析了。好，第一个，咱别发散就行了。好，我不发散了。哎，我觉得我特爱发散，他比我还爱发散。你们俩都爱发散，我现在脑子已经停止了。我们开始复盘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是越说越深，越聊越大这个圈儿。都1点了。哎呀，赶紧复习功课，明天还有重要的任务。Did you rest well? Yeah. Yeah, I do. 赵女士，早上好，早上好。哎呀，结婚都没那么紧张啊？紧张吗？今天？你庄严呢？没关系，你 OK 的。我知道，可是尽量不要出错嘛。梅里打电话给薛习，那个不重要吧？这8点40分左右，有听到操场上审判长说，按照辩护人、检察员进行发问，传上诉人薛习到庭。上诉人薛习、辩护人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怎么那么乱呢？别急，慢慢来。走了，金哥，七哥，快点了，法官在等了，走吧。好。小春哥，快一点，不然又要迟到了。没事，跟着我绝对不误事。走。哇，小春哥，这么多美团单车，可以啊。哎呀，是哦，就这2台嘛。哎呀，我经常在路上都能够看到美团单车，好多，好方便的。扫码，开锁。关键时候当然需要那个美好生活小帮手美团啦。骑上这个美团单车就是该上最靓的仔。哎呀，我们就边锻炼着边呼吸新鲜空气，走吧。这个美团单车骑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很好骑啊。嘿，提前到达，我说了跟着我就没错了。哎，这里还有美团电单车，我平常也骑啊，去买东西啊，去逛街也是骑它，非常好骑的。那我们今天下班就骑美团电单车啊，没问题。现在上美团 APP 搜滚烫人生，买美团骑行卡，骑车还能更便宜啊，相当于一天只花几毛钱，相当划算。走上班。当我们穿上律师袍，戴上律师专有的红色领带的时候，就觉得今天是来真的，不容闪失。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啊，要去为弱势群体发声，去为正义打拼呗。
挺神圣的吧。再披上这个袍，就感觉就高大上，整个气场都不一样。穿上那个袍子，我就觉得有个信仰感，是信仰，是责任，是公平。哇，蛮帅气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如果意见分歧，应当少诉服从多诉。请肃静，请检察员、辩护人入庭。明天只有2位律师可以在法庭上辩护。我其实是很想上庭的，但我觉得金哥、启哥一定是比我更沉着冷静的，让他们来完成，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自己不像律师，法庭上面跟人家自己对着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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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我做不了他们的功夫。因为我怕我会很卡住，我觉得在这么严肃的情况，还是推了胡律师和我们张智霖律师。我非常紧张，我们来的时间太短了。我可能还没有适应。我在上我自己的本命舞台的时候，我不会紧张，但是在这个下面，我就紧张。全体起立。请合议庭成员入庭。报告审判长，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现在可以开庭。全体坐下。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现在开庭。传上诉人薛习研究到庭。本次庭审过程分为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上诉人最后陈述3个阶段。法庭调查阶段主要由上诉人及其辩护人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辩护意见，分别由辩护人、检察员向上诉人发问、讯问，并向法庭出示证据进行当庭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主要由辩护人、检察员就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在最后陈述阶段，由上诉人就本案的事实证据、罪行有无或轻重，以及对指控犯罪的认识进行陈述。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张琪、张静担任薛习的辩护人，指派律师张智霖、胡海泉担任研究的辩护人。下面开始法庭调查。法警先将上诉人研究带出法庭候审，由研究的辩护人对薛习进行发问。上诉人薛习，请你描述一下你去小卖部购买绳索的过程，请讲一下。当天吃完饭6点，我就去了一家便利店。当时就直接花钱买了一个，买完之后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想要这一种，所以呢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问他想要什么样的绳子，他说用麻绳吧，我说好的，然后我就找老板娘要了一根麻绳。你6点01分购买的绳子和后来换的麻绳有啥差别吗？因为我当时就是直接付完款了，我当时
我如果给自己买的话，我不会想那么多。我给自己买的话，我肯定就买一根最便宜的就行了。就是我给别人戴，所以我怕买的太便宜了，他不要太贵了，他可能就不太好，所以我就多看了一会儿。难道不应该是在购买之前问你？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是因为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买完之后我才觉得这样不太好，我还是再多挑一下的。报告审判长。对于这一点，其实我有疑点，就是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是经常会发生。这样，薛习的辩护人，如果你对研究的辩护人所提出的问题有质疑，比如说他提出了一些提示性或诱导性的问题，你可以提出质疑。但是对于他们发问和上诉人薛习的回答，你可以在回答完毕之后发表你的意见。好的。另外还有一点，你买完了绳子之后，回去放在了宿舍的桌子上，可是这个绳子后来从来没有出现在研究的面前，他也不知道这个绳子存在。那我怎么知道？是他要我带给他的。这个绳子为什么买了2天？你们没有在宿舍见到吗？我们见到了，为什么没把绳子给他呢？而且你还放在了……我当天6点半我放他桌上的。他说如果我回来他没有在寝室里，我就直接把绳子放他桌上就行了。你买的绳子已经是在案发2天之前买的，这2天之内他没有回到宿舍看到这个绳子吗？他如果看到的话，难道不会碰这个绳子吗？那我不知道了，之后就没有跟他聊过关于绳子的事了。那所以说，这个绳子你没有人证，你是已经给了他，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没办法考证的。那在10月12号，我们警方提供我们的证据里面，有你的脚印在308，你怎么解释呢？那是因为我前一天去过，所以有脚印啊，这很正常啊。那既然你也去过，那在当天张老师也在里面把你们分开，那为什么只有你的脚印，而没有张老师的脚印呢？那我怎么知道啊？你认为这个合理吗？报告审判长，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诱导性的，合不合理不是。辩护人注意你的发问方式，就本案事实部分进行发问。审判长，我问问。报告审判长，补充发问。可以。请问你在10月12号案发当天，你记得你穿的什么鞋子吗？我当天穿的是，我女朋友就梅丽她送给我的一双新鞋。送的你一双新鞋？对。被害人吴声座椅附近地面勘测出嫌疑人薛习和嫌疑人研究的脚印，其中薛习鞋印后跟纹路缺席，推测是因为后跟磨损。你还记得这双鞋在案发当天之前你有穿过吗？我从来没有穿过。那头一天你和吴声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你穿的是新鞋吗？不是，我只有案发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穿那双鞋，在之前我从没穿过，我都是穿的自己的鞋。发问完毕。这个问题不错。下面由检察员对上诉人薛习进行讯问。你说案发当天你穿的是梅丽送给你的新鞋子是吧？对。鞋子是什么时候送的？没在一起多久的时候他就送了，差不多国庆左右吧。当天你穿的新鞋子，其他的鞋子放在哪里的？我自己的鞋吗？对。我自己鞋当然在寝室，我没有穿出来。你的寝室距离吴声他们的寝室有多远？我住205，他住202。
你在2楼。对。他在几楼？无声也在啊。也在2楼。审判长，过错人用救援完毕。哇，好厉害呀！也就是说，他故意换了血，他到了寝室，他到了回到自己的换了一种鞋去，也是有可能的。第一次体会到了现场的作为一个公诉人、检察员的那种追问，让我们真心觉得他们好厉害、好专业，很佩服。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思路是还没有打开的。公诉人开始发言的时候，我就说，哎，公诉人发言原来可以那么的坚决的时候，我就开始学到一些东西，就开始慢慢放松，开始主动一些了。法警将上诉人薛习带出法庭候审，传上诉人研究到庭。薛习的辩护人先对上诉人研究进行发问。好的。研究，请问你和受害人吴声，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和吴声2个人很好，关系很好。你和他关系不错。对。但这个好像和你日记里你对吴声的态度好像有点不一样，你怎么解释？因为我在日记当中写关于吴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是纯粹是我在平时当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片段之间对他的一些不舒服。但是我看你里面写的不仅是不舒服，就跟你刚才描述的好朋友是完全相反的一个面。那是您个人的感受，这个是客观事实，不是个人感受。好，可以，因为这个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致的。我只想表述的是，我在日记里头写的是我对吴声的某一个片段的一个吐槽而已。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到用安定让吴声来昏迷的呢？首先，您问的这个问题不对，因为不是我想到的，是最早用安定。请你回答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不是你来说。好，不是给吴声吃安眠药这个想法的最初不是我。是薛习。你确定你的这个偏头痛的人，这个病症是薛习知道的吗？不光是薛习知道，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包括吴声。这个是大家我的同学的一个共识，都知道。你的老师知道吗？我的老师也知道。你老师说不知道。那就是老师说不知道了。反正我跟老师是知道的。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是自习的时候，我有个时候就是有嗜睡的习惯。老师是知道的。当然我知道你有嗜睡的这个习惯，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告诉薛习你用安定的？你怎么证明薛习知道？你要让我说怎么证明，我没有书面的证明。对，那你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吃药？我没有吃药。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说你当天有头疼的这个症状。就是没有人可以证明，只是你自己说有头疼，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我当天，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是不是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当天是头疼的？我自己可以证明。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是。那问你，薛习让你帮忙下药，这个是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只要回答我有或者没有。没有。好，我问完了。研究的辩护人可以对研究进行发问。我想问到大概8点30分的时候，你被一个声音弄醒了。对。然后你看到什么？是这样的，我醒来的时候，就是我脑袋没有立即抬起来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脑袋还是很晕，然后我眼睛睁开是模模糊糊的，然后我就看到2个影子，我定睛一看是薛习拖着吴声，吴声的脖子上面还有一个绳子，然后吴声的两只手是耷拉着的，然后拽着他往外跑。我当时的时候我头皮都发麻，我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有问题。好的，我们没有问题了。好，下面由检察员对上诉人研究进行讯问。这个我期待。研究，你根据你刚才的供述，你是看到
薛习将吴声用绳索拖出308自习室，对吧？我是看到他拖着吴声往外走，吴声的脖子上有绳子。你能确定薛习把他拖出去是为了干什么吗？我不确定。你不确定？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他把他拖出去是干嘛，我不确定。那么我下一个问题是，你当时有没有阻拦？我当时没有阻拦。为什么不阻拦？第一个就是我当时我特别害怕。你害怕什么？我害怕他会对我动手，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做。薛习将吴声拖出去之后，你干了什么？就是等他彻底走了以后。不要这么详细，然后去了哪里？然后就到楼下了，然后我就往宿舍走。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你有没有选择报警？我没有选择报警。你作为一个高学历的研究生，你既然知道吴声可能面临被薛习谋害的可能性，你没有选择报警。是的。对吧？是的。你放任这个结果的发生？我没有放任，当时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紧张，我很害怕。可以了，可以。你想没想过，吴声他这样一个境况是你造成的？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想不到这些。你想不到这些？对。传上诉人薛习到庭。好厉害呀！上诉人薛习的辩护人是否有新证据提交？审判长，检察员认为需要当庭对质。你们申请对质性发问是吗？对。哇，这你呢？对质性发问，他们两个同时在场。学习和研究啊，在当庭有2个事情需要向你们2个人核实的。第一个，学习可以给研究说一下买绳索的事情。我当时是他下午2点找我说，如果我等会出去的话，就要我给他带一根晾衣绳回来。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就答应了，还跟他打了一通电话，问他要什么绳子。他说要麻绳，我就给他买回去了。研究在10月10号这一天下午的6点过5分，薛习给你打了哪个电话？有没有？打了。说了什么？他问我晾衣绳是什么样子的。我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我晾衣绳只要能挂衣服就可以啊。你问我这干嘛？然后我就挂了。我当时问的你要什么绳子？你问的不是我要什么绳子，你问的是晾衣绳是什么样子的。薛习，我在证据材料中看到你是付了钱对吧？通过微转账10块钱。那研究有把钱还给你吗？还了。研究你怎么说？我压根就不知道这回事儿。什么10块钱，什么绳子？研究，你自己在开学的时候有没有买过绳子？那绳子是学校里头配的，每个宿舍都有，我压根儿不需要买绳子。你在说什么？被告人，你还说遵守法定纪律。我跟你本科4年，你在说，你说，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害我。你想干嘛？啊？你想害我全家？我只有我妈了。我死了我妈怎么办？你养啊！啊！我死了我妈怎么办？薛习当时激动的时候，我肯定是能理解的。我后来找证据越多的时候，我越觉得他没有罪，所以他这个情绪我绝对能理解。薛习，这一次对质性发问最大的作用其实是为了发现整个事实经过，还原真相。所以我希望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可以吗？
如果这一次机会没有了，你以后再也没有对质的机会。对不起。下面由检察员继续进行对质性发问。学习，你在寻找这个无声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和研究联系过？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研究，学习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我自始至终没有听到电话，当时我一直是睡着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2个人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对吧？对。那么学习在当天你们4个人分开以后，你和研究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之下，你认为研究他是怎么知道，在这个时间段8点半左右，你和梅丽分开？你觉得有可能吗？抱歉，我不知道。检察员是否还有对质性发问？没有。下面进行法庭辩论。薛习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审判长、审判员，我们依法接受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张青律师、张其余律师担任上诉薛习的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首先，按照研究的犯案动机，从他的日记得知，他有嫉妒吴声的情况。之后发现薛习和吴声是情敌关系，便怂恿薛习去打吴声。我们的物证有视频。书记员进行播放。如果是这样拖行的话，那现场出现薛习的脚印，被拖行的尸体是会把脚印弄花的，不会像一审的呈现的那个脚印那么清晰。还有一个视频是关于赵阿姨手表的视频。我们能看一下您的手表吗？现在6点钟，6点10分，慢了10分钟。你的表是慢了10分钟。你这个手表这2年有调过吗？没有啊，从来没调过。所以赵阿姨那天看到308房间趴在桌上睡觉的是研究，是8点半时间，但实际上的时间应该是8点40。楼下所听到附近的一个喊声，赵阿姨描述的是8点40，薛喜说的是8点50，但这个延时刚好就和他在操场上发出的声音跟赵阿姨听到的声音时间是刚好吻合的。吴声，吴声，我操他哈不知道，就是8点40的样子，应该。对对对。就8点50。在8点38分左右，我就离开了自习室。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在撒谎。这是2年前的案子，用昨天拍摄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证明手表晚了10分钟是完全不成立的。凶器出现在抛尸现场，有明显的误导薛习是凶手的倾向，因为麻绳上有薛习的 DNA， 且麻绳扔在尸体的旁边。也有一种对战的心情的。其实老实说，就是听人家说完之后，再想他的事情的破绽点，然后就是有没有可攻的点呢？下面由研究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依法指派张志霖、霍爱全律师担任上诉人研究涉嫌故意杀人一案2审程序的辩护律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研究构成故意杀人罪是错误的，上诉人研究的行为在本案中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从犯罪的主观和客观2个方面
我们进行阐述。在犯罪客观方面，上诉人研究并没有实施协助杀害受害人无声的行为，更没有直接通过作案工具绳索杀死受害人，只是实施了以教训为目的的伤害受害人的准备行为。在犯罪主观方面，上述人研究不具有杀害受害人无声的犯罪故意，仅仅只有配合同案犯学习伤害受害人无声的敌意。学习超出共同伤害犯意这个情况下，自行决定用绳索勒死受害人。该超出共同商议的故意伤害犯意之外的法律后果，应由学习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证据一个呢，就是对美丽的一个调查的笔录。我相信学习，他不可能是杀人犯。如果学习还是维持原判是死刑的话，那我真的这辈子不相信法律。梅丽呢，作为关键证人啊，他还是跟上诉人薛习是恋人关系，取证过程中明显有偏袒薛习的这种情绪，甚至在我们面前说出“如果维持原判，我这辈子都不会相信法律了”这样的话，可见他之前所做的证词不具有相关的客观的真实性。梅丽偏袒的这一部分，其实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成为合法的夫妻之前，其实他们只是男女朋友关系。你说他偏袒，其实也只是出于你的主观意识，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实证说明他是偏袒的。证据二呢，就是张静元老师的一个调查笔录。张老师呢是在2019年10月11日看见过薛习与吴声发生这个相互推搡，双方在案发前就有这种激烈的矛盾，所以相应来证明薛习有足够的杀人动机。那么我们的证据第三项是录音的通话，证明的名称是对王李医生调查的这样录音通话。对，王李医生是研究的医生。给他开过2次的药，他睡眠质量很差，所以我开过安定给他，会造成白天精神不佳、犯困。研究是有这种嗜睡症，所以在案发当晚他7点20陪伴被害人到了308自习室之后，一直到8点35分被医生巨响叫醒之前的这个昏睡过程是应该是属实的。薛习的辩护人是否有补充辩护意见？刚才说的一个看到的正常反应，薛习拖着死者的时候，他不确定他有没有死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哎，薛习打了还是没打？是应该有这个反应的，而不是说看到了，你没有确定他死，为什么会不出声？因为你们去的目的就是要教训他呀。所以这个本能反应是不成立的。还有一点，8点50分的时候，由死者的手机发出了一个短信报平安，而那个手机上是没有指纹的，但是绳索上是有薛习的 DNA 的。是不是如果真正的一个他要杀人预谋的话，他知道擦去指纹，但是却要在绳索上留下 DNA， 却把绳索留在现场，摆得那么好看，这个是违反逻辑的。综合上述，辩护人认为，一审法庭判决薛习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合议庭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判决上诉人薛习无罪。上诉人研究的辩护人是否还有补充辩护意见？在此之前，我想跟对面的检察员，2位检察员说一下，在质询我们的起诉人过程中，你们一直在强调他在发现薛习作案的过程中不作为。我想，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不作为，并不代表着他有意愿希望这个被害人死掉。检察员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阻止案发的发生，
评理来说，一个成年人，我是一个正常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的话，没有见过那个死亡的话，看见一些对生命有危险，或是一种凶案的现场的那种反应，是没有可能那么理智的去马上去报警，或是马上去阻止的。没有去阻止他的人，是不是都是共犯呢？没有去报警的人，是不是都是不应该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反应，尤其是研究派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个事情，不知怎么处理是人之常情。那当然他也有错误，我们现在不是说他无罪，只是希望他能减刑。那希望重庆法律这个处理，谢谢。居林哥有一个能力是可以跳出现在的这个框架，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看看，逻辑思维很强。本庭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上诉人最后陈述，本次庭审需要查明的事实已经全部完成。合议庭将在休庭后，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评议后宣判。现在休庭，法警将上诉人带回候审室候审。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合议庭经合议，已对案情形成审理结果。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合议庭认为，上诉人薛习研究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的犯罪事实并未查清。现在当庭宣判如下：全体起立，撤销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重审啊，成功。全体坐下，发回重审。因为证据不足。谢谢。谢谢，也谢谢我的律师。法警将被告人带回候审室。发回重审了，成功了。发回重审就算成功了。对。当时在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是成功了。张启怀律师说发回重审就是成功了。我说哈哦成功了。我说小白七哥那时候才感觉到啊。这个案件挺复杂的，能发回重审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一般来说会有3种审判结果：维持原判、改判、发回重审。当法院认为一审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会发回重审。通过自行调查核实，或者通知一审法院补充材料，既可以将事实查清，直接改判。对今天的审判结果，我是刚开始的啊。我听不懂，所以普通话听不太准的啊。小春还没反应过来，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为什么呢？是不是小春？是。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已经宣判，把原案发回重审，其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们请本案的审判长做一个解析。刚才我们合议庭经过合议认为薛习的辩护人对于薛习犯罪行为的这么一个质疑是能够成立的。最重要的呢是刚才张静律师对于犯罪的时间他不在场的这么一个证据，让合议庭认为是能够成立的。另外，关于研究，我们认为呢，他对于研究的这个犯罪的主观故意，还有犯罪实施的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疑点。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案件在事实上面一审的判决中没有查清，应当发回重审。是这样。好，大家好，谢谢。出庭的法律援助职业体验律师，在庭上的表现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平，辩论的有力有节，并且呢
庭审程序掌握的非常到位，像职业律师中的专业律师一样。那我觉得4位辩护人都还是表现都还是蛮好的。胡海泉他是非常专业的，第一轮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那个辩护意见是写的非常棒的，基本上从定罪跟量刑都还是非常全面的阐述了他的一个辩护意见。张智霖哥哥非常帅哦，发问、质证跟辩护意见各个环节都还是把握得非常棒。评理来说，一个成年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的话，是没有可能那么理智的去马上去报警，或是马上去阻止的。没有去阻止他的人，是不是都是共犯的？没有去报警的人，是不是都是不应该呢？张静哈，他抓住了案情的关键点，他整个辩护观点，他的证据对罚和重审，它是有决定性的意义。赵阿姨描述的是8.40，薛喜说的是8.50，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在撒谎。张琪，我觉得他的反驳是很到位的。你确定你的这个偏头痛的人，这个病症是薛喜知道的吗？不光是薛喜知道，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包括武生都知道。你的老师知道吗？我的老师也知道。你老师说不知道。总的来说，我觉得尊重了事实，体现了我们法律援助律师的这种公信力。今天他们的这个表现呢，确实超乎了我的想象，但是这么短的时间非常到位，很准确，甚至于超过了我们一些真正做律师的这个同行。然后今天他们评审的表现呢，已经达到了我们就说作为一名辩护律师的该有的水准，还是达到了，所以表现非常棒，给我们各个们点个赞。今天的这个案子就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的也被我们全国评为了法律援助案件的10大典型案件之一。2003年的10月27日，发生了一起校园凶杀案，检方指控薛喜原型甄某与研究原型陈某合谋杀死了一名学生。案发后，陈某指认甄某杀人，自己只是协助他抛尸。2004年的9月1日，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甄某死刑，陈某无期徒刑。随后12年中，甄某多次上诉无果，直到2015年7月21日，钟律师找到了关键的证据，为甄某辩护。法院宣告甄某杀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代理这起案件的援助律师钟志远律师就在我们的旁听席上。现在我们有请钟律师。请他介绍一下他的办案经历和体会。大家好啊，我呢就是法律援助律师钟志远。今天你们大家做的这个研究生2审案就是从我当年做的研究生杀人案改编的。我是2005年6月28日接受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研究生杀人案2审的辩护律师。他当时是1审判决他为故意杀人犯、主犯，1审判决为从犯的指认他为凶手，看见他在办公室杀人，并且共同抛尸。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决定为他做无罪辩护。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呢他是28岁，我跟他奔波了10年，其后10年之内，他3次被判决死刑，最后被改判无罪。出来的时候呢，他有39岁了。案子成功的改判，当然是我们法院律师的努力分不开，同时也是法官的努力，是我们法律共同体的努力。公平正义终于来了，真正实现了疑罪从的刑法制度。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和辩护中国的法治，你们的所坚持的，也是我们所坚守的。那么，在凭着你我共同的这种法律信仰砥砺前行，才能够真正的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它的公平正义。谢谢，谢谢周律师。他花了11年的时间，11年是一个多么长的时间，但不是一般人能承受了的。用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去为了那个真相，为了那个公益去努力，是很让人敬佩的。这个案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法律制度不断的完善，更多基于事实和证据在进行判定。我们国家现在容许充足的证据证明的时候是可以改判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的法律很大的一个进步。各位法院律师们，很荣幸能够邀请你们来参加滚烫的 Live 演唱会。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何处才是归途？用我一生好赌，反正我不怕死，我忍不住怒，我用白马给的天主怒。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怒，不服。本市发生一起突发事件，警方正前往现场。无人侦察机与动物，这组已经到现场，完毕。B组正在推进，各单位注意，开始包围目标。收到，一定抓到他们。这里是长沙特警，放弃抵抗，接受检查。快跑！走了走了走了，赶紧了赶紧了。屏住呼吸。他害怕了，这么恐怖吗？自己出来，别动！出来，出来！兄弟们的，走走，带走，别动！那你出来出来，快点！怎么出来？出来！带走带走，什么进来？最难的一关呢？我想要逃回香港。特警直面生死，所以在训练中没有最严，只有更严。500个俯卧撑，预备，人，2，快了，2，大声一点！没吃饭吗？保持不要动，动一次加10秒，加10秒，手指放在哪个地方？再加30秒。真的极度崩溃，累到死了。我没有喊停，都不能起来。开始，手不要念报，挂腿，挂腿，挂腿，跳，可以的，好，左哥可以。踩节点，身在一侧，动作不标准，腿伸直啊，动作规范，往前走，松手。我觉得我做不到。那由于今天的表现，全体受罚。恐高就对我造成生理反应了，一整天来就好累哦，好恐怖啊！我还想逃了，想吐。我放弃。根据情报显示，有重点嫌疑对象在该区域内活动，所以你们需要进行盘查。打前站。哦，这是什么声音？哎，后头有个人在跑，干什么呢？你们？站住！怎么了？怎么了？咱们拿身份证出来。不可能吧？你们搞错了吧？没搞错，别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吧。蹲下来。你说我跟蹲下来。事情有嫌疑？你没带身份证，你有个。哇！别动！别动！别动！现在我们营救我2名战友。还没走，检查装备。来了来了，前方正品到楼梯口，过来！正把手停，2手停。2号位请接手册。快！来压制火力！缓慢推进，缓慢推进。压制他，压制他！我们来了！
我想炸死你！啊！团结就是力量。特别鸣谢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湖南省女子监狱。上微博搜索节目《我们的滚烫人生》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我们的滚烫人生》官方微博 ，get 哥哥职业挑战名场面。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Zaker、澎湃新闻。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UC、夸克、百度输入法、智联招聘、讯飞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新宝宝、朋影圈、木棉说、独立于电影。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乾隆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毛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高，比天还硬，比高还强。向着法西斯抵抗我，让一切不平注定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